是要以旁白方式讲一个文章这样子。So here, for example, we just finished this one. They had to write a story about a trip that they took somewhere. It could be Taiwan, around the world, somewhere, and they had to describe what they saw, what they ate, using as many adjectives as possible, pretty much telling as much of that story as they could. 那这是他们外事的第一个 project， 目前在进行中。那这篇的话是以孩子的五感来感受，就是他们可以选任何他们去过的地方，任何台湾啊或哪里，然后以五感就是像眼睛看到什么，然后去了哪里，闻到什么来写这篇文章。Okay, and so here's what a final project. This one is actually an assignment, not project yet. So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Students can decorate it, draw a picture of where they went, or they could bring a photo from home. 那这就是最后写作看起来这样子。Okay. 那中式的部分也是一样，每两周是一个长篇 reading， 然后每一周会有一个短篇。那像这一篇是短篇，这是我们刚刚做过的一个。其实像我 weekly summary 上都会写说，最近刚做什么这样子。那这篇的话，短篇就跟外事一样，都是比较着重在那个阅读策略，这样比较不是里面 understanding。像长篇就是希望他懂这个故事，那短篇是比较策略。就像这一篇都是讲一个字加 fl 会变什么，比如说 magic 加 fl 变 magical， 然后 pride 加 fl 变 prideful 这样。所以这比较是教他们说，字根啊字尾，所以他们以后看到不会的字才比较会去，比如 careful 这样，就让我们自己会用这样来想，说这样是就比如说我不会这个字。可是经过因为学过这 strategy， 那以后就会试着去了解一个字这样子。那这是那个，那这是单字的部分。单字的话，通常我们在课堂上会这样带，比如说先放图片，然后说，小朋友，你知道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字吗？因为我们第一个 slide 一定会先把10个字放出来，就是第一个投影片，我会先把这个礼拜要10个单字放出来，然后就说，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字？有没有小朋友已经知道了这样子？然后通常 Justin 都会举手，就是我会跟我讲，然后他先预写是不是这样？然后觉得看到这边说，老师我去过，这是大英博物馆，这是哪里？然后就会说，这会不会是？然后他就先想嘛，然后我们才给说，其实这是一个地方，然后放很多就是珍贵的文物啊什么，那你觉得这是哪里？然后他们才会说，会不会是博物馆这样？然后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句子例句给他看，这个字要怎么引用这样子，所以大家上 vocab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过程。那所以左半部呢，我们就会在班上跟他们一起完成，就是这是那周的10个单字嘛。然后就跟着刚刚那个投影片这样完成之后，我们会 highlight 就重点，这样就比如说那个 grocery store 可能就会 highlight 说，这是一个地方可以买生活用品，这样就会 highlight 重点。所以左边他回家的时候，左边是已经完成的，那可是右边是回家作业，所以这边当晚回家就礼拜2晚上回家做一做，然后礼拜3交回来。那文法的话，今年呢，因为今年的用书是这一本是 Focus on Grammar， 今年的用书是这一本。那这一本的那个重点是说，他希望以生活化的方式来带文法，就是不要像以往可能我不知道在座爸爸妈妈学习过程会不会只一直背规则这样。那他们就是美国不希望这样，所以他希望说所以一开始他都以那个 conversation 啊，或者是 reading， 然后让他们先进入那个情境。然后，所以我们会玩一个小游戏，用可能对话的方式，或者是跟班上孩子互动的方式，然后才比如说第一周的这样，然后才带进去说，这一周其实我们是在看单数、复数啊这样，然后可是你不会直接给孩子规则，就是像以往可能会问他说，你就是背什么东西加 s， 然后什么的 word 就是加 es， 什么就去掉 y 加 ies， 可是像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跟他带完之后问他说，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啊？你觉得？就他们我们会全班一起归纳出来那个规则，这样，然后给一些比如说给一些就是例句，就给图片说，那你觉得这样是 this 还是 these？ 对，然后你问完他可能说 these， 那你还要问他为什么？那为什么是这样？让他去解释说，因为很多人所以是复数我们才用 these， 所以我们希望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带文法，就是比较有趣的方式，不要像好像之前就是会枯燥无味这样。那这篇就是长篇 reading。就是刚刚说，因为每个礼拜有一篇短篇，然后每2篇有一篇长篇。那我目前长篇是读到有个影评，在讲 Win Dixie。那其实这个也是延续的外事，因为刚刚外事的长篇其实都在讲这个电影嘛。那他们比较着重的是说，电影在演什么，就是整个故事的重点情节是什么这样。然后到中式这边的时候，赛长说，那我们怎么写一篇影评？然后呢，我们的project assignment
所以我们读完那个了，那接下来孩子们换你们自己回家，然后你想一个你看过的电影，你想要介绍给其他4年级的小朋友这样。然后所以会有先一个团讨单，然后各组啊就是会讨论说，比如说，哎，那你最喜欢的情节是什么？那哪里比较不喜欢，或是哪里可以更好？然后你会不会介绍原因？这样先团讨出来之后，然后再才进行个人写作。刚看到个人写作，所以都是一样固定以这样的方式，就是读课文，都是固定这样，就是先读课文，然后老师在班上引导之后呢，然后孩子可能回家找个资料，或是先思考之后。然后带他们需要的东西回到学校，然后再跟同组的小朋友讨论完之后，才写出个人的写作，所以都是这样的过程，就是老师引导，然后团讨，然后到个人发表，然后个人写作，这样。So the weekly report, this is for my class. If ever there's any problem with a check mark in the fair or needs improvement, I will always write a little note for you on the communication report about what the problem is. If maybe it's homework completion, needs improvement, didn't do vocabulary homework, or behavior, fair, see communication book, because sometimes I will write a note for you inside the communication book. So I will always write something if I check fair or needs improvement. 那这个是外事的周报，就刚刚讲每个礼拜我都会贴那个周报。那外事有说，如果他今天勾了 fair 或者是 needs improvement 这2个，他一定会在下面解释说是为什么。比如说，Johnny 是不是在班上不乖啊，或者是他功课是不是没写啊，还是他就是该交的功课、该读的课文没有按时做，或者什么，他就一定，如果他勾 fair 或这个 needs improvement，他一定都会解释。那中式的部分也是一样，其实上面这三个就是在讲他在班上，这个是参与度跟上课的表现，那这个是上课的 behavior， 就是行为举止这样。然后这个功课有没有按时做，所以其实也都是我们都大概看那几样东西。然后也很明确，这边会写说礼拜2功课固定是什么，礼拜4是什么。那像礼拜2固定就是单字，然后礼拜4固定就是文法，这样。然后会讲说，这周的进度我们学了什么。所以每周其实看周报就知道说重点或者进度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也都有放在那个班网上面的那个课程表。就是学习进度课程表都在上面，然后当周单字这样。Okay, in class 4 for my class is about the spelling test. We have those every Friday. Main reading and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those are both in the blue workbook. 那这个是外设课堂成绩，这个周考就是每个礼拜5的那个 spelling 那个周考。然后这2个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在那个习作本子里的那些 worksheet。所以这个都算分，都蛮重要。那这是中式的课堂部分，固定就是礼拜2功课，也就是那个小本紫色单字本，然后还有礼拜4的就是这本刚刚说文法本，就固定每一个礼拜都有1页功课在这里。然后 weekly test 就是礼拜1的那个小考，就固定中式就礼拜1考试，然后外式礼拜5考试。Okay. Report cards, half of the score is from my class and half of the score is from Miss Kathy's class. We have the first 2 are the same, and then mine is a language arts test at the midterm, and hers is the grammar test for the midterm. 所以到时候成绩单，其实这家长应该是不陌生，都跟之前其实是很像的。那固定就是50% 都是从外事那边来，然后50% 这边从中式这边来，然后涵盖这些东西，就是有 project assignment 还有大考 ，project assignment 大考。那这大考其实就是期中考跟期末考那个考卷这样。那 project assignment 有什么不同呢？像家长就有的家长就会知道 ，project 的话就是比那个 assignment 多那5%，是因为他要上台做那个口头报告。那讲中部分也跟3年级是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班嘛有20个人，那所以固定每个学期会有2个，就是2个最佳表现奖这样，然后会有2个最佳进步奖，对，这个是固定。Okay, so homework and weekly tests. My homework days are always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Homework that I give on Monday, I always check on Wednesday. Homework that I give on Wednesday, I check on Friday, and the homework from Friday, I check on Monday. One thing about the Monday homework, I think I wrote a message in the weekly summary for just this Friday. The workbook homework for this class, I actually collect on Tuesday.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take that homework on time.
because on Wednesday they have more homework and they need to use their workbook. And so if a student gives me the homework late on Wednesday, I don't have time to check it, and then they cannot take the book home.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always try to get the homework on time. 老师非常希望他们能准时交功课。他说拜托一定要准时，就是提醒孩子要准时交功课。那他固定就是1、3、5出功课，所以他礼拜1出功课，他就礼拜3收；礼拜3出的功课，礼拜5收，然后礼拜5出的功课，他下周1会收。那他有说，因为 workbook 的话，像家长也可能有发现，今年 workbook 也变得稍微难一点，然后内容长一点这样。那他希望都可以，孩子们就准时交，他才可以按时赶快改好，然后给回去。因为像礼拜3可能有比较多一些。那他就希望说不要拖到那个时间，可以准时还给他们，这样他们也好 review， 然后再做隔天就是当天该做的功课这样。So here I just want to mention, we don't have class on Monday. We don't see each other Monday morning, but I always give them Monday homework on Friday, so they know what they need to do. 那老师说他礼拜1没有看到这个班，那所以可是他都会很有责任，就是很负责的，先礼拜5。就先把下礼拜1功课就先让他们知道了，然后他说，因为他说我礼拜不会看到你们，可是你们礼拜2一定要就是给我，所以他希望礼拜2马上给我，他就可以马上在当天把它改好，这样才不会延到礼拜3的那个进度。And so the kind of homework, I also printed out a schedule that I've asked the students to glue to the back of their communication book. Monday homework is always the vocabulary. They have the words. And they have sentences, and they have to use the words from the box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That's always Monday homework. Wednesday is reading and sign and vocabulary and some corrections. And Friday is the workbook for the story. 那他说要让家长更清楚，他现在就解释说1、3、5功课是什么。1的话固定是那个spelling 就是单字，那他已经有贴在联络本后面了，所以1固定就是那个单字。然后礼拜3呢，就是他会发一篇，这样应该有看到一张 worksheet， 然后要念阅读，就是念 reading， 然后他念完，你们就帮他在纸上 sign， 就是签个名这样子。所以礼拜3是那一张，然后加上刚刚不是有 workbook， 那 worksheet 左手边那些 vocabulary， 然后礼拜5的话就是固定是刚刚 worksheet 右边那2张，就是 reading comprehension 啊那些，所以这都是固定的。就是小孩子不能回家，比如说他今天忘了抄联络本或什么，他就说。比如你们问说，今天功课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说，我不知道啊，我今天没有抄功课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去 English Village 或什么，有时候很忙嘛，可能当天可能真的没有抄到或什么。可是孩子脑袋要知道1、3、5，而且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他故意说不知道，其实他就在骗，因为他其实都知道。所以1、3、5这个功课是固定的。那中式部分也是一样，2跟4都是固定的。礼拜2就是单字小资本，那礼拜4就是那文法本那一页，所以这都是固定的。他不能就是没有抄，或是故意跟你说，我们今天可能中文班功课很多啊，老师我也不知道英文要做什么，其实你就可以说没有，老师有跟我们讲，这都是固定的这样。Okay, how to help at home? Please read and sign communication books every day. Sign quiz paper, like big tests, especially they're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the reading homework that we have. Sign. I've asked students that if sometimes they lose their paper or they say, oh teacher, I forgot my paper at school. I said, okay, well if you have your reading street at home, just ask your mother or father to sign the reading street book, and then you can just show me, and that is okay. You don't have a problem. And make sure the students always finish their homework on time. And then contact us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or questions. Maybe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e homework. I'm always happy to spend extra time helping them with the comprehension. And please let students do their own work. Okay, I'll let you translate this part and then I'll focus a little bit more on that one. Okay. OK， 那老师有说，就是礼拜3的功课啊，他是会印好一张，然后是给小朋友带回去嘛，所以通常读完你们就帮他签在纸上。但是他知道有些小男孩，通常来说，男生有时候他可能人还没到家，就是纸已经又弄丢了这样子。他说那也没关系，可以签在课本那个 reading sheet 上，直接签，那隔天来给老师看，那也是 pass 没有关系，也是 OK 的。对，然后像这些的话，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一直不断在就是说，就协助就是这些事情啊，比如说固定每天啊要帮我看联络本，帮他签一下，然后固定每个礼拜5要读周报，然后周考帮他签一下，这样就代表他知道妈妈都有在盯，然后老师也都有在 check， 因为像我是5分钟我在就是每个24我 check 联络本的时候，我有圈起来，就是家长没有签名或什么。但圈不在说，爸爸妈妈怎么没有做功课或什么，只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要记得回家要打开联络本给爸爸妈妈看这样子。然后像这些
像老师刚刚讲说，像这个，他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自己做功课这样，因为我们可能知道有些小朋友，其实刚小有些小朋友有家教嘛这样，那家教可以辅助他或什么，或者帮助他学习，可是千万让他们自己做功课，这样我们老师才可以看出他真正的 level 或是他哪里不懂这样。那老师有特别强调说，有什么不懂，就是如果他不敢在课堂上问，没有关系，那私底下，比如大下课为什么啊，一定要去跟老师说，那老师非常愿意，大下课也可以跟他1对1，或是就是给他更多的协助，这是没有问题的。Okay, so here, this one especially, you know, a lot of parents have tutors for their kids, and that's okay as an extra help for them. But if the tutor is like telling them the answer, then that's not really helping them. If the parent or someone at home is telling them the answer, then the students don't know how to find the answer by themselves. And when we have a big test, mommy, daddy, not at school, the tutor cannot come into the classroom and do your test for you, and then they get a bad score be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by themselves. 那老师就再次强调。然后他就说有些小朋友家教嘛，然后他可能功课教出来都很漂亮很完整哦，然后每次都很高分。可是他说记得考试的是孩子，那时候爸爸妈妈家教都不会在旁边，那他如果考出来就会让他有受挫感或什么，所以平常要 make sure 就是真的是他自己写功课这样子。那家教或者爸爸妈妈可以辅助，可以在旁边可能帮助说，哎，你觉得这个字你觉得这样对？就比如他写完，你可以帮他 double check 看说，哎，这样对吗？是不是要再 double check 或什么，给他一点。这样协助，可是不要直接跟他讲答案。The frustration, the anger, the being, I don't understand the homework, and you want to hit the book on your head. That's normal. That's part of learning. Yeah, that's you need that fighting to be able to finally learn something. 对，小朋友回家 It's important. 他有些小朋友回家可能会对功课说，哦，怎么这么难？为什么3到4年级都看不懂？怎么会这样？然后可能就会马上，可能自己都不想思考，自己放弃思考，就说爸爸妈妈这个怎么写啊？这样，他说这个小朋友会这样经过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你要至少让他先静下来，然后自己想一遍，是真的不会，或是真的。反正自己已经思考过了，那他可以去问你或什么，可是不要他马上去求救，然后你就给他对的答案，那这样他就是以后就会变成一个依赖。If you ever bought furniture from IKEA, you know how that feeling is. 那这也是一直延续之前，因为我们一直在推那个线上阅读，就是希望他们能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一些英文课外读物，这样增加他们的智慧。然后，那我们就会今年继续推，所以固定每个月都是5本。那4年级的话是希望他们尽量读2到3本。那我以前问过我们班，有些是举手说他每个月都会读5本，那这种就很棒。可是我们不强求啦，如果能2到3本就已经我们就已经，因为我都会给 prize， 其实我有在说加 team points 什么的，对，所以尽量2到3本，那可以5本是最好。那我们去图书馆的话，会希望带孩子做这些事情，就是。跟以往不同，我们不希望去图书馆只是说哦，现在是图书馆时间好，等一下我们大家进去，然后选一本书，大家坐好40分钟好，我再带你回来。我们就不希望图书馆是像传统式的这样，是希望说，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project assignment 啊，比如说去之前我们说，哎，最近我们的主题是影评好了，然后我们就会说，等一下我们会去固定那一区，可能你们可以先找，就是先在家想好你想要介绍哪一个电影或什么，然后我们就固定，比如去那区找资料，然后是利用图书馆时间真的来做。跟那个 project 上面做连结来做专题报告那种学习，而不是就进去然后就默默读书，然后说好，可以今天读完走了这样，就是希望进去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啊，然后跟 project assignment 是可以做连结的，然后多做一些文章赏析这样子。所以像我也会就是偶尔会推荐说适合4年级小朋友的阅读的一些书籍这样。因为今年我从来没有接到爸爸妈妈有这个需求，或就是打这个电话。可是像去年爸爸妈妈在暑假或是开学前，他就说，哎，老师你可以先推荐一些，就是比如说美国 top 10 reading 或者 readers 那些，然后我们就会先推荐给孩子。因为有些孩子他很想阅读，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有哪些书就是哪些有趣的书啊，或者可以读什么书这样子。Okay, English Village i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m each month to really have hands-on immersion experience with the topic of the month. So for this month, we started out with how to withdraw money from the bank and how to make a deposit. 那这是英语村的课程。那这个学期他们现在第一个去的地方是银行，所以他们最近在学怎么存钱 deposit， 然后怎么领钱这样子。
most girls know how to use the ATM machine already. 然后女生 Why girls, not boys? 然后女生很勤俭持家，都已经大家去之前都已经知道怎么做了。Because they are born to know how to spend money. 那这边的话，其实通常在班导那边会讲的更详细，这样，因为通常我们的考试就是英文这边考试都是找他们1周嘛，所以通常在这边小朋友都还没有飞走，所以这边还比较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大考的时候尽量不要请假，因为它会有个 penalty 在，就是它会被扣，可能包10%、20% 这样子，所以会希望说尽量不要在课堂时间学校时间就是那么快那个就 application 可以先待到就是考完试再学，所以这边都会讲更详细，班导等一下还会讲。那这是班网的部分 ，already open， 来。I think so. Let's say closer. Let me just check.